最近有个消息相当炸裂，传闻奈飞准备砸下827亿美金天价，把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给吞了。827亿美金差不多6000亿人民币，这是个什么概念？如果这事儿真能成了，那就意味着哈利波特、老友记、权力的游戏这些咱们从小看到大的顶级 IP 今后都得改姓奈了。这哪是收购直接就是流媒体战争的大结局那我们看看现在的流媒体战局奈飞全球的订阅用户呢，已经突破了3亿。3亿是什么概念？几乎等于整个美国的人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每个月都在刷刷的给奈飞打钱。而排第2的迪士尼家呢，用户只有它的一半，而且赚钱能力也远远没有奈飞强。看到这儿，大家一定跟我一样的好奇，奈飞到底是怎么成为行业巨头的？你说论家底儿吧，它没有迪士尼100年老店的底蕴；论资源，它也没有华纳兄弟庞大的内容库。但是在流媒体这个战场上，它就是比谁都猛，比谁都快。奈飞究竟凭什么呢？过去10几年从硅谷到中关村，多少企业都在学奈飞，学它的订阅制，学它的不打卡，学它的无限休假，甚至学它那个听起来很神奇的随便花的报销制度。但是到现在好像也没见谁真成了第2个奈飞。那么问题来了，奈飞成功的这套东西到底学不学得会呢？我们回看一下奈飞的发展，有4次关键进化。从最开始绝境中的以小博大，到转型期果敢的挥刀自宫，再到全球扩张期的唯快不破，以及成为巨头后的大象跳舞。奈飞的4次进化是一个伟大企业的典型发展路径，而每一个伟大企业的商业成功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种最底层、最核心的驱动力量。奈飞也是如此，那就是奈飞文化。今天咱们就褪去奈飞一层层的商业外衣，一起来看看奈飞文化是如何推动它完成4次关键进化，成为超级巨头的。我身边有不少人知道奈飞是通过2013年的一部美剧《纸牌屋》开始的，而实际上奈飞早在1997年就成立了。让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97年，那个时候大家想看电影只有一个动作，下楼去门店里边租碟，那是一个 DVD 租赁的黄金年代。而在 DVD 租赁的赛道上，盘踞了一头体型庞大的超级巨头百视达。百视达当时有多强呢？市值60亿美金，全球拥有9000家门店，它就像一头贪吃的巨象，垄断了全美国人的周末。而且它的商业模式特别霸道，你去租碟吧，不仅要交租金，稍微晚个2天，你还得交罚款，你知道吗？百视达有很大一部分利润，居然就是靠赚这个逾期罚款得来的。这些惹毛了一个人奈飞的创始人里德·哈斯廷斯。这老哥其实是个连续的创业者，脾气挺倔。他创办奈飞的初衷，居然是因为有一次在百视达租碟忘了还，被罚了40美金。于是他一怒之下，奈飞就诞生了。没有门店，网上订碟，邮寄到家。最重要的是永无罚款，你交个月费，想看多久呢就看多久。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刚起步的奈飞在百视达面前就是一只小蚂蚁。到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了，整个硅谷哀鸿遍野，奈飞眼看着就要断粮了。哈斯廷斯走投无路，只好跑到百视达总部说：“大哥，要不5000万美金，你把我收了吧。”结果大家都能猜到，大象连正眼都没看蚂蚁一眼，直接把他轰出了办公室。没钱没资源还没人要，这可怎么办？2001年为了活命，奈飞被迫裁员1/3。这本来是奈飞的断臂求生，但是哈斯廷斯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个掉下悬崖的主角，他不仅没死反而捡到了一本武林秘籍。哈斯廷斯惊讶地发现，裁掉了那些平庸的好人之后，剩下的80名精英不仅没有抱怨，反而因为身边全是高手，沟通极其顺畅，干活效率快得吓人，办公室氛围也比以前更好了。这就是奈飞悟出的第1条生存法则：既然拼人数拼不过你，那就拼脑子。从那一刻起，在奈飞的文化字典上出现了第1个关键词：只招成年人。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商业史上最残酷的对照组了。用了高人才密度的奈飞推出了精准的推荐算法和超快的物流系统，死死咬住了用户体验。而那头笨重的大象百视达他舍不得每年的罚金收入，那么也看不上邮寄 DVD 这种小生意。等到他终于醒悟想转身的时候，庞大的9000家门店瞬间变成了巨大的累赘。2010年巨象轰然倒塌，百视达申请破产，而同期的奈飞已经拥有了2000万的用户。今天我们再来看当时的奈飞，确实漂亮的打了一个翻身仗，但当下的奈飞并没有穿越未来的能力，它只是选择了把常识装进文化基因。百视达选择了用平庸的劳动力去赚用户犯错的钱，而奈飞则选择了用极致的智力去赚用户信任的钱。这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创业公司当你还是只蚂蚁的时候千万别跟大象拼肌肉，坚定的把有限的资源和资金砸在最牛的人身上，用智力密度去搏生存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像奈飞一样去实现以小博大。干掉了百视达，奈飞就能高枕无忧了吗？并没有，因为行业危机出现了。2007年，天变了，宽带普及了 ，YouTube 这样的视频网站火了。哈斯廷斯敏锐地看到，奈飞虽然还在赚钱，但 DVD 租赁的这门生意基本到头了，流媒体才是未来。这时候的奈飞面临了一个特别经典的创新者的窘境：我要不要
亲手杀死那个正在疯狂赚钱的 DVD 业务。创新者的窘境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从技术出现到大众应用，它是有个时间差的，就是窗口期，长短不一。但是如果你错过了，就会在下一轮技术起点来临的时候彻底失去机会。可是呢，难就难在谁也不知道这个技术起点到底什么时候会来。于是呢，就会在战略上犹豫。这一犹豫，诺基亚没跨过去，柯达没跨过去，很多公司就被时代淘汰了。而乔布斯坚定地用 iPhone 杀死了自己的 iPod， 带着苹果穿越了创新者的窘境这个鬼门关。奈飞和哈斯廷斯就像当年的乔布斯一样，选择了挥刀自宫。2011年，为了强推流媒体，奈飞搞了个 Quickster 拆分，强行把 DVD 和流媒体拆开收钱。不曾想这一刀砍下去血流成河，用户暴怒，股价暴跌。80万用户销户，那一年奈飞被骂得狗血淋头，差一点就真的挂了。但问题来了，为什么奈飞没死？不仅没死，还成功转型了流媒体的霸主呢？这就是在这个窗口期里，奈飞的文化字典上出现了第二个关键词：绝对坦诚。绝对坦诚呢，需要一个前提共识，所有人都为奈飞的最大利益行事。大公司转型为什么难？因为总有人想着保着旧饭碗，因为大家都想为了一团和气而不敢说真话。但是在奈飞，哈斯廷斯做了一件事儿，晒太阳。为了公司的利益，谁挡路谁走人，不做任何面子工程，甚至把自己都拉出来挨打。面对 Quickster 的惨败，哈斯廷斯没有找公关借口，而是面对全员和公众坦诚地说：“我搞砸了，我傲慢了。”这种坦诚不是为了卖惨，而是为了急速纠错。绝对坦诚的文化为奈飞带来了2个结果：第一，反脆弱纠错，公司迅速承认战术错误止血，但在做流媒体这个战略上寸步不让；第二，零摩擦执行，为了配合转型，奈飞进一步去强化取消了关于差旅和经费的审批。正是靠着利益最大化做引擎，绝对坦诚做护栏，在大多数巨头都还在犹豫的时候，奈飞抓住了极短的窗口期。2008年，在迪士尼索尼等巨头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奈飞就用3000万美金的白菜价，一口气向他们买下了2500部顶级大片的版权。正是靠着从这批人手里买下来的军火，奈飞撑过了最艰难的内容真空期，完成了从物理资产向数字资产的惊险一跳。其实每个企业都会面临转型，转型期拼的是什么？奈飞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一是你敢不敢挥刀自宫的勇气，二是你有没有坦诚的文化，让你的转型快速的落地。奈飞是用绝对坦诚去护驾他自己的挥刀自宫，硬生生把自己从一家 DVD 租赁公司逼成了一家科技公司。2013年，好莱坞的巨头们终于回过神来了，迪士尼华纳一看，好小子，我给你供货，你拿我的片子抢我的地盘，于是纷纷收回版权。奈飞瞬间面临了断供的危机，没有片源奈飞又一次站在了悬崖边上。这个时候奈飞明白了，当渠道商是没有前途的，内容还是得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自己拍片。但问题是你一个硅谷写代码的，过去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渠道的运营，你懂怎么拍电影吗？你懂全世界190个国家观众的口味吗？你拿别人的 IP 去吸引客户的日子结束了，那你自己能造 IP 吗？面对这个不可能三角，奈飞的策略只有一个字：快。因为如果不快，它就会被巨头们腿脚吃死。那怎么才能快呢？奈飞的文化字典上出现了第3个关键词情境管理 ，context not control。听起来文绉绉的，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华为那句话：让一线听得见炮火的人做决策。你想奈飞要把业务铺到全球190个国家，如果洛杉矶的总部要管韩国的剧组中午吃什么盒饭，那黄瓜菜都凉了。只要你试图管住，你就完了，因为太慢了。于是奈飞发明了一个叫做知情机长的机制，指挥权直接交给一线，只要你在前线掌握了充分的信息，不需要请示 CEO， 你自己就可以做决定，甚至可以直接签上亿美金的单子。这就解释了奈飞是如何快速覆盖全球的，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鱿鱼游戏这样的剧作。这种反乌托邦的剧本，你要放在好莱坞，那是绝对过不了审的。但是韩国团队觉得行，那就拍，不需要总部的层层审批。你看，奈飞把公司拆成了190艘快艇，而不是一艘笨重的航母。奈飞就用情境管理作为载体，让每一个听见炮火的人都能开枪，这就是唯快不破的底层逻辑，用局部的失控套利了全球化的速度。这给我们所有正在快速扩张、开启全球化的公司一个巨大的启示：当你的右线拉得足够长，你就越要敢于放权。很多公司一扩张就死，就是死在了总部控制欲太强，想用一个大脑去控制几百个手脚，结果就是动作变形，反应迟钝。奈飞教我们的就是在扩张期，速度大于完美。你必须把指挥权交给那些听得见炮火的一线人员，用情境管理代替控制，用局部的适度失控去换取在这个残酷战场上最宝贵的东西——唯快不破的速度。时间这就来到了2022年，现在的奈飞早就不是那只小蚂蚁了，它长成了一头拥有1.3万名员工的超级巨象。但就在这一年，这头大象咣当一下撞墙上了。2002年的第1季度，奈飞破天荒的出现了用户负增长，仅仅几个月，几百亿美金的市值就蒸发掉了。华尔街的质疑声也是铺天盖地。
流媒体的故事讲完了吧？奈飞是不是要变成一家平庸的传统大厂了？要看懂这次危机啊，得先看懂奈飞当时面临的内忧外患。外患是卷，迪士尼、华纳、亚马逊这些老牌巨头们带着他们的百年 IP 疯狂反扑，这个市场呢从蓝海变成了红海。内忧呢是病，当一家公司超过1万人，通常会出现大公司病。流程僵化，人浮于事儿，内部很容易习惯性的进入一种守江山的心态。奈飞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诱惑，为了保证盈利，我是不是该开始像其他大公司一样更加流程化，把人都管起来呢？奈飞之所以是奈飞，它就是没有像90%的公司一样选择收权，而是做了一个更加反直觉的选择。在2024年的最新版文化备忘录里，奈飞的文化字典上开始强调第4个关键词：人重于流程。奈飞的逻辑是公司变大了，确实需要管理，但是如果用死板的流程去管理，大象就难以转身了。所以要给人更大的自由，去打破那些无处不在且又不易被觉察的过时的死规矩。比如以前哈斯廷斯自己立过一个 flag， 说奈飞永远不搞广告，这在内部几乎成了天条。如果是僵化的大公司员工肯定会守着这个天条，直到它破产。但是在人重于流程的文化下，奈飞的人判断力催生了创造力。生存环境变了，用户需求变了，可以用新的平衡去打破旧规则。于是呢，我们看到了奈飞的2大神操作：第一，打破了永不广告的教条，推出了含广告的低价套餐；第二呢，打破了账号共享的边界默契，开始严格管理共享账号。结果呢，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奈飞因为不酷了而被抛弃时，现实却给出了积极的反馈。这套组合拳呢，为奈飞带来了将近600万的新增用户，股价重回巅峰。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奈飞变了吗？不是，是奈飞在持续进化。他用人重于流程，把流程撕成了2半，一半是好流程，比如财务审计、数据安全这些必须严防死守；一种叫做坏流程，比如那些阻碍创新和进步的条条框框，必须有判断力的人亲手砍掉。奈飞必然也开始追求更高的人才密度，需要具有更强判断力的成年人。当流程、规则和常识打架时你要优先使用常识。只有当人才足够从容地驾驭规则，而不是被规则驾驭的时候，这头大象才能够继续在舞台上跳出最轻盈的舞步。讲到这儿呢，我们终于可以再来看看开场那个炸裂的新闻了。奈飞为什么要花827亿美元去吞下华纳兄弟？827亿相当于今天1/4个奈飞的市值，更是其账面93亿美元现金的9倍。这显然是一个极具冒险的战略选择。但是奈飞必须进化，去到第5个阶段。虽然奈飞现在是流媒体的老大，但是呢，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你看，奈飞有《鱿鱼游戏》《怪奇物语》这样的爆款内容，但是呢，它缺乏《哈利波特》《老友记》《蝙蝠侠》这样能够真正穿越时间、地域和人群的文化 IP。而未来的内容的竞争必然是文化 IP 的竞争。未来的奈飞注定也不可能只是一家视频网站，它很有可能会像迪士尼这样的一种内容生态，覆盖了内容、IP、乐园、游戏等等。那如果奈飞想要在未来的 IP 时代构建自己的生态，光靠快已经不够了，它需要更深厚的文化资产的积累。而收购华纳就是补齐这块拼图的关键。但是这更是一场巨大的赌博。要把华纳这样的传统老牌巨头消化掉，不被它的官僚主义传染，奈飞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重于流程。它需要有自己这套高判断力的文化去打破传统媒体的旧框架。所以奈飞商业表象下的文化进化没有结束，依然还在路上。好了，扒完奈飞这28年的4次进化，咱们就像看了一场精彩的商业大片。我们回到开篇的问题，奈飞成功的这套东西，我们到底学不学得会呢？其实很多人学奈飞都只是学了个皮毛，学他的不考勤，结果员工变懒了；学他的给高薪，结果成本失控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忽略了奈飞的每一个动作都不是为了耍酷，而是被残酷的生存环境逼出来的。也正是在这种生存之下，形成了奈飞今天的文化。我们看4个阶段。在以小博大的时候呢，它靠的是人才密度，用智力换取生存空间；在断臂求生的时候，它靠的是绝对坦诚，用透明与信任换取速度；在唯快不破的时候，它只能靠情境管理，用放权去换全球规模；而在大象跳舞时，它靠的是人重于流程，用判断力去对抗大公司病。所以奈飞28年的故事根本不是一个关于自由的乌托邦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战争片。从自由到自由与责任，再到自由、责任与人重于流程。它所有的文化都不是为了哪怕一丁点的情怀，而是为了在最残酷的商业战争中赢。所以如果你的公司想学奈飞，千万不要只抄企业文化，也不要只模仿制度，而是先要问问自己，我现在处在哪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阻碍我生存的最大敌人是谁？那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和机制才能够干掉它呢？想清楚了这个问题，你就拥有了属于你自己的奈飞文化。好，这期视频呢，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对你有启发，记得点赞、关注、转发。行诺家文化进化论，我们下个商业案例见。